好了，各位兄弟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王孙军老师的一个体会哈。他说感谢老师哈，是正念导航，当下清凉。昨天晚上741课，李老师启用了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小事儿。也许大家还记得哈，在家里面要装一个柜子，然后请一个小伙子呢就接着这个单，接着这个活来装，结果这个小伙子根本没有装过这种柜子。然后费了很多事情，最后把柜子装好了。在这期间呢，王老师以他的女儿对着小伙子理解、宽容、鼓励、支持，就是真的很感人哈。就分享了这个事情，然后呢，王老师就说哈，分享了我们家的一件小事儿。其实呢，是长期以来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洗礼哈，在这过程中是润物无声的这样一个结果。一路走来呢，是老师的鼓励才能够健康阳光到今天哈，其实他是自己努力学习的这个结果哈。我想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说如果您遇上了，也一定会这样做。说我的女儿和儿子呀，都远离家人，在外地成家立业啊，在外地工作。说看到他们呢，就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就自己的孩子也是在外地工作，可能不像这样去装柜的，但也是就不在身边哈。说看到这装柜这个小伙子，就好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了哈，孟子的梁惠王里面这篇文章就写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待会儿我们再说哈。说每当想起孩子们生活在陌生之地是那座城市里互不相识的人们在互帮互助、互相扶持、包容理解，才有了孩子们相安相养的生活。说所以呢，常怀感恩之心，珍惜所遇之人和所遇之事。每当看到奔波忙碌的他们都会由心的去默默的祈福，遇事更无理由的不去关爱，就是你就是要去关爱无条件的爱能帮一点是一点吧。只有这样才会心安体安都安，何乐而不为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点亮了心灯，人生光明。看到这个之后虽然分享很短就说了那么一个简单的小事儿，谈了自己这样一点体会。自己的孩子也是在外面工作，然后看到别人的孩子在外面工作，就觉得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说孟子的这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在现在还具有很强烈的社会价值。当然对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也具有很强的修行的价值。从社会价值上说，你看王老师说，他说每当想起孩子们生活在陌生之地，是那座城里的互不相识的人的互帮互助互相扶持、包容理解，才有了孩子们相安相养的生活。那我们这个和谐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呀，老吾老，幼吾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这一点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由爱己到爱人，由己及人，由内及外，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了。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就真的会感到很无比的那种幸福。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从修行的意义上讲，从我们修心的角度上讲，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道理上来说，这个很容易理解。你要去爱别人，首先要什么呢？要爱自己。首先爱自己。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家人都不懂得关爱的话，你很难想象你会关爱别人。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你首先是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首先是爱自己的家人，然后怎么样呢？才能够去爱别人，才能去爱别人。说这种关爱大家注意我们从修行的角度上讲，那就不是单从理论上说了，你要从实际上这种感受上去体会，这实证。比方说，你在家里面，你爱自己的母亲，爱自己的父亲，爱自己的家人，这种感觉我相信大家都有。
但如果比方说母亲走路不方便，你给她扶起来，给她扶着她走，这是一种感觉。好了，另外一个老太太你不认识的，或者是别人家的老人家，她不方便走路，你去扶她的时候，你一定又是另一种感觉，一定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什么不同呢？大家你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去体会一下。当你去扶别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时候，你帮助他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身体有东西一下散掉了，你自己那个爱开放出去了。就爱自己的母亲跟去帮助别人的母亲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有东西散出去了。你仔细体会，一定会有这种感觉。那什么东西散开了呢？那个我字，说破我嘛，同体大悲，无缘之慈，就是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认识，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我照样给他关爱。你一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顿时会感觉你身上有东西出去了。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什么呢？在清洗自我一样。这是我的母亲，那个不是我的母亲，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就好像这是我的家人，你还在那个我里面，那个我还把你包住，当然这也是很好，是爱哈。就是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我一下就好像开了，那我就开了，就那个爱好像一下更加的光明了，更加大了，更加大了。也可以说，把过去那个小我怎么啪给破掉了，破掉了。像墨子讲的兼爱，就不单纯是爱我的，还爱什么？我们的，大家的，大家可以体会老吾老以及你可以想象，你去关心那个邻居，关心和我毫不相干的那个老人，去爱那个毫不相干的孩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实修实证的过程。你真的会发现，就好像你身上有东西一下散开了，散开一下丢掉了，就人和外界那个隔阂怎么样丢了，没有了，散掉了。所以人天合一，人天合一。我们经常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说我在那想闭着眼睛，我跟天合在一块儿叫天人合一。天人为什么不能合一呢？就因为有那个我字挡着了，那个偏执的狭隘的我挡住，或者是那个自私的我执着的那个我挡在人和天之间，把它割裂开了。那怎么样去打破它呢？不是在那想我破它了，不是，就是你在具体的做，不是平常为我的那个事儿，就为人的时候，你就破了。那毛主席讲说，为人民服务，而且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个过程，你全心为别人服务的，你那个我就破开了，我就破开了。所以这真是就是那个爱用爱护生命，用爱护生命，不单单用爱护自己的生命，也用爱去护周围人的生命，就花草树木、小猫小狗众生的生命的时候，你每当你做一次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为别人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一做，你发现那个我就是开放一些。就好像平常你这个搭了一层帘子一样，一层浓雾一样，你做一件事，这个雾就开一些，这个帘子就掀开一些，或者身上那个枷锁就碎掉一些，碎掉一些。是中国古人提出的这样一些观点，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人之幼这些，它绝不单纯就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教，理论上的理性上的要求，它一定有它感性上的体验。是由内而外，就内心由内而外而得来的东西，那亲身实践印证的这样的东西。
亲身是印证。大家在这一点上真的可以经常这样去锻炼，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内而外干什么呢？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最好的由己及人，由内而外。而且由己及人，由内而外是什么呢？是用爱去执行这样一个过程。执行这样，那么这样去做的话，不单单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你在修行，那同时对社会，对美好的美好社会的这种建立，那也非常有作用。特别在现在在城市里面的钢筋水泥这个森林一样的这样一个地方，每个家即使邻居可能都互相都不认识，都没说过话，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什么交往。在这样的社会里，这样的环境下，更需要什么呢？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的推己及人，更需要那种所谓什么呢？非血缘的关怀，非血缘之爱。老吾老，幼吾幼，那是有血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是无血缘。我们就需要这种什么呢？就是非血缘的这种关爱，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我们往这一站桩，或者一坐，或者无爱无疆，你真是要有那种非血缘的关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锻炼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空一些，但是我们锻炼练出这样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呢，就必须在生活中去应用，生活中去应用。生活中应用，可能大家想没有那么多的事儿说让我去关爱，其实你要想起来这种事是很多的。你开门进电梯的时候，帮着挡一下门呐，看到一个人，给一个温暖的微笑呀，这都是啊。就你即使什么都不做，你看着周围大街上的人，哎呦，这些人真可爱，就像我的兄弟姐妹，像我的家人一样，你就给出这种感觉。你给出这样一种感觉，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看，哎呀，真好。当你说这个，哎呦，大街上这个人这么好，当你想这么好的时候，你就用你那个美好的心境去净化了这个社会，就维护了这个社会。的确是这样，人的心念是有力量的。就当你看着大街小巷是这些人，哎呀，都这么好，你就给出了好的意识，好的力量，你就在让这个世界变美好。所以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良生的各位亲友，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不管别人对你是如何的，那是他的修行，那是他的事儿。那我们呢，要修我们自己，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通过改变自己，慢慢的去建立什么呢？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美好的社会可能就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建立一个相安相养的良安时空。这个社会应该就是一个相安相养的良安时空。那怎么去做呢？从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去做起。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锻炼体验这样一种状态放松，安静。
内心充满爱，然后这个爱呢充满全身。好，注意啊，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就把心中的爱啊向外奉献的那种感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向外奉献，无条件的爱。齐平，见面。到头顶上方，安静，慢慢下落。两手下落经面，指胸，指腹，安静，腹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
命门，眼啊，手向前，到肚脐，眼啊，两手分开，脚分开，正内八字。两臂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你自己啊，从内心呈现出那种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那种感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那种感觉。就你站在这儿，是一个温暖的存在。你的安静是有温度的。首先是爱自己。你站在这儿，你去检查你的五脏六腑有没有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要五脏安稳，六腑和谐。你内在和谐了，才能给外面也和谐。
站在那种温暖的安静中，整个虚空都是安静的、慈悲的。注意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安静，两手分开，再做一遍富贵婴儿，敞开心胸，由内而外，张开怀抱，向上拉起，也齐平。简明，向上，
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场，慢慢下落。进额头，面部，胸，指腹，小腹，富贵阴，两手慢慢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向上。是命门点啊，手向前，到肚脐，点啊。两手分开，两臂阴掌侧起，抬起的不是胳膊，而是安静。气成一字，瞬间洒下，
降松，安静。洒下，解开，降松。安静，洒下，解开，降松。安静，洒下，解开，降松。安静，洒下，解开，降松。两臂慢慢下，注意吸气，外开，呼气。吸气，
吸气，呼气，手慢慢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真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它真的是破我的良方。说我怎么破？你在我里面想破我，那永远都不好破的。只有什么呢？你走出去，当你想他人为他人做事的时候，哎，你那个我自然就小了。你帮助一个人就分担，哎，小了一半，再帮助更多。你助人的时候，哎，那个我自然而然就散开了。有的时候你真会有一种感觉，当你帮助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突然觉得你身上有东西散出去了。说助人为乐，为什么能助人为乐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那个我狭隘的我散掉，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哎呀，获得一种你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快乐。人只要活在自我之中，那个我之中，那只能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满足那种快乐，那永远是有限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去帮助别人，特别是发自内心的，像对待自己老人一样对待别的老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别的孩子，那完全是发自真心从内在出来，外面那个我一下就散掉了。至少在那一刹那，他让路了，让开道了，让开道之后，让你去体会什么呢？呀，那个无我的那种快乐。
那种快乐感，那种助人为乐，从本质上讲，我就应该是这样。那你助人的时候，那个我散掉了，平常你被我限制住了，自我限制、自我设限。为什么是体育比赛也是最后要战胜自我呢？就是这样，那个我把你限制住，你活在那个虚幻的狭隘的那个小我里面，你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说当你发自内心的像对待自己老人、对待一个孩子去爱别人的时候，那我自然就开了，自然开之后，你就获得那种无比的那种快乐，所以真正体验到那个所谓的助人为乐。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没有去体会老婚老婴，就你可以在生活当中，你试着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哪怕你是有意的去帮助，你也会感觉不一样。去帮助老人家，帮助孩子，帮助周围的人，哎，但你一去帮，就好，你会觉得你有一层东西，那个膜啪开了，你出去了，你不被限了，不受自己的限制了，好像一个紧箍咒破开了，获得自由和快乐。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